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被称为宁夏旅游第一站的水洞沟。水洞沟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，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，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，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，也算是宁夏非常重要的景区之一。在水洞沟旅游，似乎可以感觉在远古与现代中穿越，尤其是这里的观光工具有船、竹筏、骆驼、马车、观光车，非常有意思。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500年峡谷冰城藏冰洞，它依托雄伟的长城、险峻的崖壁、神秘的古堡，而显得非常的神奇。今天就来深度体验一下这个水洞沟。这景区蛮大的，这是景区的全景图，很大。进了大门，先去游客中心买票，首道门票60，通票178，基本都含了。一般都会买一个通票。先去遗址博物院。这个水洞沟有非常多的历史，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一下。遗址博物院是从这儿开始讲吗？一会儿先去看一个高科技的实景体验。在这个剧场里，让人们可以穿越到4万年前，体验一下原始人的生产生活和灾难的场景，尤其是在这里能感受到一场大地震。水洞沟在4万年前就有人来这里居住，所以在这里发掘出了很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。这个博物馆有免费的讲解员，听一听讲解员的几个解说。它的整个外形呢都是仿照从水洞沟出土并为石头的石器建造而成，总面积呢为4308平方米。而晋和桑志华在这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古生物化石。水洞沟呢因此成为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，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。发现的一件脱层头骨，据检测呢，它为数千年前可以作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头骨代表啊。天人遗址呢是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啊。藏冰洞呢，它始建于明代啊，距今有500年的历史。这呢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当时呢居住进张三小店当中的一个场景。水洞沟遗址博物院的整个外形就是仿照它的样子所建造而成的。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呢，对水洞沟遗址呢进行了第2次考古发掘。2003年到2007年呢，对水洞沟遗址呢分4个年度进行了第5次考古发掘。那可以证明水洞沟呢是包含新旧2个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存。下一站，张三小店儿。但是关于这豪装之后的张三小店儿，以前肯定是很破的。当年2个法国考古学家桑志华、德日进住在这里头。一直很好奇这2个外国人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，发现这个考古遗址的。后来这里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。电瓶车，坐电瓶车前往下一站。这个水洞沟的景区非常大，会有很多的交通工具来接驳。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，它结束了亚洲和中国。这一片就是当年发掘的考古遗址，考古的2号遗址，这是1号遗址。这些遗址现在都不能靠近。远古家园，这里有一个远古家园的体验区，仿照当年古代的原始部落在这里生活居住的情况。这是一个树屋，这是水洞沟的树屋。阿福甩掉了3枚后，翘班带着老婆杜明云提前夺走他的手机，阻止他。体验模拟。这个远古家园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年的生活场景，比如钻木取火，还能模拟一下在土里挖掘文物，感觉小孩一定非常感兴趣。这2个字是什么字？可以看到水洞沟这边明显的雅丹地貌。
这个水洞沟的名字估计就是这里有水、有洞、有沟吧。每天10点半，这里都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。欣赏几个演出片段，感觉这些姑娘小伙的舞姿非常的专业，虽然皮肤黝黑，着装也像原始人的感觉，但是舞姿却是非常的专业。展示了一些原始人的生存技能。刀伤，上刀伤这节目，有的朋友就是听说过，甚至有的朋友也是在电视里见过。这个刀山火海在很多的原始景区里都见过，不过这个刀确实非常锋利。很多游客都目不转睛，看得津津有味。这些演员都非常的专业卖力。电视小伙看到大家的掌，配合这个火之本呢，还是有一些危险的。也在等你。这个演出还是非常精彩的，有很多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演出的时间，不要错过。离开原始家园，徒步走过这个芦花谷，前面就是明长城。你说的是那个魔鬼城是吧？魔鬼。这个高大的台阶叫步步升高。这里有一个高坡平地，感觉像来到了一片古代战场。点将台，这里以前确实是战场。这是一段明长城，在05这一段。这个是长城的烽火台，在这里小心地飞一个无人机。这个长城跟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长城差异很大，一脚跨2省，右侧是宁夏，左侧是内蒙古。这个宁夏跟内蒙是以明长城为界，这里以前都是边疆要塞。这段长城又称河东墙，是明代的与蒙古骑兵南下的凭证。登长城跨2省，幸福一整年。我现在就是走在长城之上，看着原始的明长城，土塌了的。蒙古野性草原，这边就应该属于蒙古部落了。蒙古骑兵打遍世界无敌手。这片野性草原有很多的蒙古骑兵雕像。这个蒙古骑兵怎么长得像欧罗巴人呢？感觉长得像欧洲人，是不是？长得很像欧洲人，有点穿越到古战场的感觉。蒙古骑兵的面前就是长城。这是骑骆驼。在这片野性草原，有一大片是蒙古人家，
在500年前，这里也是鞑靼族在这里休养生息、驰骋疆场的一片草原。这里有不少的娱乐项目，可以感受一下蒙古人的野性豪放的生活，做一回纯正的蒙古人。好大一个蒙古包！在这里游玩片刻，便可以骑骆驼去了。骑骆驼也是这里的交通工具。在水东沟里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，都是含在通票里的，体验起来非常好玩。从这里要骑一段骆驼达到下一个目的地。对于没有骑过骆驼的人而言，骑骆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。哦天哪，小孩啊！我这包好重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老大针。我这腿也上不去，小心点啊！等会儿啊，等一会儿啊。走。哇！可以啊。好陡啊！这大骆驼，骑骆驼的时候，主要是上下骆驼的时候需要注意安全，骑在骆驼上就没事了。看那一骆驼，看那一对，哦，好几对呀！这边骆驼数量很多，基本不用排队。手机掉了，手机掉了！我手机。哎，手机掉了！你要踩烂了吗？不好意思。看这个骆驼多老实。我这段是用运动相机拍的。放什么水呀？这段骑骆驼大概也就几百米的距离。哦。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！哎，每次都要给我颠下去。这么颠？哎呀！3下，折3下。大骆驼真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还是很颠的。哎，这个不动啥情呢？吓坏了。走。哎呦！我这让挑呢，这是。一定会有很多人心疼骆驼。不过骆驼主要就是作为沙漠中的交通工具。白骆驼，这个骑骆驼的体验还是非常好玩的。在水东沟游玩，因为景点非常多，还是要留出足够的时间。下一集继续收看精彩的水东沟之旅。